准备开箱当岛主啦。聊苹果店，那我们现在的手上已经拿到了 iPhone 14 Pro 跟 Pro Max， 那两个颜色都有，一只紫色跟一只白色。那我们赶快来进行一下开箱，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两个颜色的差距在哪里，长什么样子，还有实际上手之后呢，到底值不值得换？那我们现在开箱吧。好啦，那继续开箱前，我先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就是犀牛盾。那这一次呢 ，iPhone 14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这个新颜色了吼。没有啦，当然还是很多新功能是很吸引人的。但是新颜色呢，其实一直是在新款式里面卖的最好的一款。所以呢，在外壳搭配上就可以搭配犀牛盾透明壳系列，那或者是 Mod NX 来做边框颜色的搭配。那如果你喜欢的呢是一体成型的实色系列，那他们在 iPhone 14上面呢，也即将会推出新版的一体成型的 Solid Suit。那也一样会有 MagSafe 的版本，可以搭配 MagSafe 版本的手机骨架来使用哦。那这次新材质强调的重点呢，就是防滑还有好拆卸。那同时呢，它还是维持了可拆卸按钮还有镜头框的设计，你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个人喜好来搭配。那我刚提到全系列壳呢，也都有提供 MagSafe 兼容的版本可以选择。那针对今年的新色，像是紫色啊，还有蓝色，他们也有做搭配的设计供你挑选。那我自己呢，其实非常爱用 MagSafe 相关的配件，所以对于它的磁力强弱呢，也是特别的在意。那犀牛盾的 MagSafe 兼容系列，经过他们的测试，拥有超过原厂2倍以上的磁吸力。那这样你在搭配使用任何 MagSafe 配件的时候，就不用再担心它会轻易的脱落或是滑动。那另外呢，像是这个骨架 Max 也有提供 MagSafe 兼容的版本，可以非常轻松的拆装。那它结构本身呢，也有独家的专利，通过20万次的开合测试，耐用性和稳定度都很高，那可以安全的搭配支撑手机。那装上犀牛盾 MagSafe 兼容的手机壳，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设计来混合搭配使用。那背后的结构呢，可以让手指穿过去，在单手操作上呢，也安心了不少。那当你今天拥有其他 MagSafe 的配件要使用时，像充电座啊，你也可以直接移除骨架来使用。那你肯定买了新手机，也买了今年最抢手的新颜色吼，那手机壳上面你可能想要有一点独特性啦。那如果是要搭配今年特别的紫色款，那你可以在壳和骨架上做颜色的搭配，不论是 iPhone 14 Pro 的深紫色，或是 iPhone 14系列的淡紫色都可以。那犀牛盾的官网呢，有不同的设计款式可以供你挑选，那还有联名款式，像是海贼王、迪士尼、七龙珠等等。那如果还想要更独特的话，你可以自己上传个人化的设计，就不会怕撞壳了。那目前犀牛盾呢，在北中南都有实体门市，那台北跟高雄的门市呢是今年新开的店。那大家如果想要体验的话，也可以到门市逛逛。那我这边会放上新开的台北门市还有高雄门市的资讯，那大家可以再去看看。那另外呢，我刚提到的所有的全系列新品呢，也都可以在他们官网直接挑选。那我们也会提供独家的折扣码，想要购买的人记得使用来得到最好的优惠咯。哇，我的手好美哦！放错了。哇，热腾腾的，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小岛在上面，期待啊！哇哦，亲眼上手这个紫色，我觉得很漂亮哎。哦。好了，那我必须说啦，那看到评测、看到影片、广告是一个样子，实际上手看到这些颜色差距，还有这个动态岛的感觉之后呢，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那我们就来实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实际使用下来的心得吼。OK， 那首先呢，我先给大家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一次的 iPhone 14 Pro 系列，它是近年来我觉得最苹果的一次更新。那我知道这样是废话，苹果的产品当然一直都很苹果，可是这一次我觉得它更新的新功能，还有新设计，走的路线，还有呈现的方式，还有很多使用创意去解决问题的方法，硬是走了跟别人其他厂商很不一样的一条路。那虽然很奇特，可是却又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苹果的 DNA 在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感受。那首先我们讲颜色，这个紫色我必须说，真的实际上手之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看。相比先前蓝色，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款。那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就是白色，然后我觉得白色就是简单好看，然后容易搭壳啊，那这就是一个最安全，对我而言最安全的选择。OK， 好，那一打开设定的这段时间过了之后，你一开始使用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这个水显萤幕一开始就是预设的，然后它真的体验感跟其他厂商所使用过的完全不一样。在其他厂商呢，可能就是直接显示休眠哦，它的水显萤幕的概念比较像是直接跳到一个手机休眠的画面，但是苹果的水显萤幕它有一个渐进式的变化。那在变成这个画面之后呢，它还是有很多小工具，而且是用一个本来桌面就会显示的画面，它不是一个另一层桌面，它跟本来的桌面是一模一样，只是变得比较淡。所以你上面所有设定的这些小工具，那甚至再来会有动态这些工具，都会直接呈现在上面。那我觉得更棒的一点是，有很多的 App 它是
可以直接在它使用 App 的情况就进入随选荧幕。那举例像是我们可能用这个录音啊，这个 Voice Memo 这个备忘录的这个 App 那这个上面你进入录音的时候，你在买开收拾一个画面，然后进入随选荧幕，它还是会持续进行，可是它就进入到随选荧幕的模式。那再来还有使用地图跟导航的时候呢，它也是直接这样转换过去，还是显示地图，可是它同时又是随选荧幕。苹果虽然等了那么多年，我们等到现在至少慢了别人3、4年、4、5年才有随选荧幕，可是至少苹果选的是一个很独特的方法。那等了那么多年，给了你一个更好、更完美的解决方式，让我们用户觉得很窝心的感觉。那这部分呢，就真的很有当年苹果的感觉。OK， 好，那下部分我就不得不讲到这个动态岛的部分。那这个动态岛，我们先分成2部分。那我果粉，我就先讲不好的地方。那一开箱之后，你看到这个打孔真的是会非常的明显。它的2台机型当然会有点差距啊。你用 Pro Max 的机型或者 Pro 的机型，这个动态岛在上面机型尺寸都是一模一样，那你自然在这个 Pro Max 的机种上面看起来动态岛的这个显著感就会比较小。但是你还是很难避免不去一直盯着它，不去看到它，因为毕竟先前刘海的情况下是有点吸在荧幕边框的感觉。那现在这个打孔就是真的非常的明显，你眼睛会不自觉的向上飘，就看到那个打孔。那更尤其又有动态岛设计在上面。但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个孔的大小的话，那你又可以承受比较重的手机的话，那选 Pro Max 这个存在感会小了不少，同时也不会那么去压迫到旁边的其他要显示的资讯。那再来我们就来讲这个软体的部分，就是动态岛的这个界面。我必须说上手之后它的整个界面跟操作跟它显示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流畅。但是好巧不巧，我们一开始设定的时候就碰到一次宕机，那就是这个动态岛正要开启一个画面，它的岛已经拉开的时候，上面却没有显示任何资讯。那在当下就有一点好像当年 Touch Bar 的这种梦魇又回来的感觉。既然碰到也刚好拍到，我就提出来了。那至少用到现在都还没有再发生第2次。那在实用性上面呢，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电脑上面这种状态列资讯列的这种感觉。那如果它只是呈现一些给你看一些现在什么装置在切换在使用的话，那其实就已经非常方便了。但好巧不巧，它又给你一个可以去触控它，然后去长压它，会有更多功能跳出来的这种应用的方式那就会让你手会移上去，需要去按到它。那手机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说像 Pro 跟 Pro Max 相比的话，在 Pro Max 上，我的手没那么大，一定需要双手去使用它。那现在有非常多观众问说，如果你先前 iOS 有这种让荧幕滑下来一半的这种操作方式，岛会不会跟着滑下来，让你容易去触碰？不会，岛还是乖乖的在上面。那我觉得或许苹果的思维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做这个动作，把岛滑下来，然后再去点岛或者去操作岛，这就是2个到3个的步骤。那如果要有这个2、3个步骤，你会不会是直接用多工的方式去切换就好？那也或许是苹果觉得说，就算让它滑下来之后，就代表上面还会多一个岛，2个岛就同时存在。因为大家不要忘了，上面的岛就是一个实体的挖孔了，你这个界面再怎么滑，它那个挖孔就是还是会存在。那这样2个岛显示好像也怪怪的。那目前来讲呢，第三方软体支援的还不多，可是我相信这个是在近来几个月后，我们会慢慢看到越来越多，至少大型的软体会提供比较多的资源。可是同时我们也要去想说，如果它是比较显示出一些会在背后运行的 App 这些情况下，其实也不用很多 App 需要对它进行支援，因为也不会很多 App 我们会需要或是允许它在背后运行，同时间也要看它的资讯。但是通知或是一些提示部分，我就觉得是另一回事，它可以支援的广度就应该会多了不少。那目前很初步的这种还没很多东西支援的这种使用情况下的感想就是，我觉得它很新奇，可是同时间呢，它在上面这个小小的动态岛旁边左右要显示的图示跟资讯，其实还是算蛮小的那你手机如果都是拿着近看的时候，或许都 OK， 你可以辨识得出来。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放在桌上比较远，在充电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显示出来或跳出来，你也看不太清楚，或也不太能真的去辨识它到底是什么。那同时你也不可能那么远的去点它去操作它，所以这部分我觉得需要有更长期的使用，看到说，我们在如果动态岛的使用情况下是比较我们手拿着手机的时候去操作的话，那到底在它有限可用的范围下面，是不是真的会让我们觉得使用了不少？那也有观众很关心的这个所谓萤幕截图啊，或是萤幕录影这些问题。那当这个垂直使用这个动态岛是有在进行背后 App 在运行，它有这个图是有跳出来的时候，你进行截图跟萤幕录影，它是会录到动态岛。那这部分我觉得合理嘛。可是当你没有这个界面跳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截图到这个动态岛。那另外呢，你在把它横摆使用的时候呢，像我先前所期待的一样它很多东西其实在横摆使用的时候，动态岛所显示的东西就会消失那也不会让你去触控它。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合理的设计，所以你不会在
在横摆可能要打字什么的时候，又会去误触它。那至于在画面显示上面呢，现在目前看影片，以我先前的比例2:1的比例，可以完全贴紧刘海的方式呢，现在就是动态岛会吃掉一点。好啦，那再来很大一个重点就是在它的相机的地方。相机我必须说，这一次在实际拍了一些照片之后，我觉得先抓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它的颜色呈现的方式。那我还特别拿到电脑上去做比对，因为荧幕上可能会有色差，它颜色呈现的方式有一点偏比较讨喜，那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我们就先预期说他可能是故意这样子。那我刚跟苹果妹在2个对比照片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样的发射是相对起来比较讨喜的。或许苹果的工程师终于意识到这一点后，你的处理器再怎么强，你的照片发射再怎么真实的还原真色，人家不喜欢不讨喜的话，其实就没有用。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其实拍照很偏好使用 Pixel， 或者很多用 iPhone 的女孩子，她们在用 iPhone 拍照的时候都是开第三方的 App 来拍照，因为她们就不喜欢原生发射的这个成像。所以你们这一次如果要买到 iPhone 新的 iPhone 14上面也是一样，14 Pro 的话，它拍照起来的成像，我个人觉得在肤色上面是比较讨喜，所以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好，那我们就来讲这颗主镜头。好，那主镜头这一次算是一个最大的重点，因为它是升级到4800万画素。那我觉得它的表现是非常好，可是当你一去做比对之后，在阳光好、光线好的时候，其实我今天把11、12、13、14全部摆在一起，混在一起，这样全部丢起来给你看，我自己是猜不太出来哪一张是哪一个手机拍的。那这种情况下，我或许可以因为我这次了解有去比对过它的发射，就是很细节的去看这个发射，我大概可以猜出来可能哪一张是14 Pro 所拍的，可是也不会每一次都对。那这个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到底什么时候会很有感呢？你必须要去开启这个专业这个 Pro RAW 的模式，才可以去使用4800万画素去拍照。但开启之后呢，它拍摄的反应真的会变比较慢，然后一张档案我们刚看一个档案大约是30倍到50倍大。那这个你真的可以接受吗？那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这样就是一个好消息啦。如果你要用放大裁切去改变它的构图，你常常是要这样做的人，它的画质会比较好。但是呢，就算开启这个模式，它在光源不好或是夜拍的时候，它也还是会自动强制去使用1200万的方式去拍。那这种时候我再去做比对的时候，其实它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那只能说，如果你在拍照下要体验到这个4800万画素新的感光元件的话，是在一些非常有局限还有一些特定的条件下面所使用，才能真的体验到它的差距。那所以呢，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12以上的机种，真的不太需要为了这个新的感光元件去升级。因为很老实说，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这个照片成像的差距不太值得去交换这个30倍到50倍的储存容量，换到这样那么一点点的差距，至少在99%的情况下都是这个样子。好，那下一部分我们讲超广角。那超广角的部分呢，我觉得它在感光元件变大，然后光圈缩小的情况下，光源好的时候一样没有差异，但是它在光源不好或是夜拍的时候，反而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进步。那我刚去看它在一样的光源条件情况下，它的当然光圈本来就是比前一代小，但它因为感光元件的增大，它的 ISO 值也是用比较低的方式去拍，那这样两者比起来的话，它的成像还是比前一代好。可是呢，真的它的差距非常非常的小，就是稍微放大去看干净一点的照片。所以一样，如果你是用12之前的机种来升级到这一代，会比较有感。好，那再我们讲长焦的部分那长焦如果光是讲这个3倍镜的话，其实它的差距不大，一样是用它的处理器的演算法，在它深度融合的等级下会有些许的进步，可是真的很难看得出来。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要放大照片10倍、20倍才看出差异的话，那你要去想说你什么时候会放大1到20倍去看照片，那你什么时候你放照片到可能上传到社群媒体的时候，其实它又在经过压缩，你根本不会看得出来差别。那比较好玩的是，它这次因为主镜头4800万画素，它中间做了多一个焦段出来，2倍的焦段，那就是4800万画素的1/4，中间这边它取了1200万。这个部分我觉得实用性应该是除了它把它也加进这个2倍的人像拍摄之外呢，可能在平常很多人外出拍实物的时候那你知道我们先前换到这种比较大体的感光元件，近拍很难拍。那如果你要用超广角去做微距拍摄的话，它会裁切，然后画质又会再崩坏。那所以这次这个2倍镜就刚好可以介于中间，你想要用主镜头最好的这颗镜头去拍实物，可是你又觉得这个距离拉得不够近，那你就用这个2倍方式去裁切中间。至少现在的裁切跟前几代的裁切比起来，现在的裁切它还会保留给你1200万画素，反而不会看到这种裁切后很模糊、很崩坏的这些画面。但比较可惜的是，它在
1.1倍到1.9倍这之间哦，理论上它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比如说它拍了一个3000万画素，可能中间我不知道，可能1.5倍或什么3000万画素的照片，它一样可以把它压缩成1200万，可是它在中间1.1到1.9倍这之间，你如果去拍摄的话，它的画质就跟2倍有个差距，所以我觉得或许苹果的拿捏就觉得说，很多至少在某些状况下，这种像素结合出来的成像还是会比单用这个画素拍出来的感觉好。可是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很多相机厂都有用这种方式哦，它会尽量去用到全部感光元件的画素。那如果苹果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 A16 处理器应该是做得到。那如果能做到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中间的焦段实用性会更大。所以呢，这一点是有点可惜。那前置镜头感光元件的进步，加入自动对焦，我个人觉得我看不太出来差别哦，至少跟前代比起来，我觉得我宁可选择啦。我如果要选择进步的话，我会希望它放入更广一点的前置镜头，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实用。好，那录影的部分就是全部都是蛮有感的升级哦。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哦，主要是在它的电影级模式，那很大的因素是因为这次支援 4K， 所以你左右比对，你可以非常清楚明显看出来。这次的电影级模式跟13 Pro 比较起来都有明显的进步，不管是在头发的细节啊、边缘的运算啊，反正它的画质就是好了非常多啊，所以不管怎么看，它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这个也是我先前许愿第一想要的功能，那这次看到实际用到，真的还是非常开心，有支援 4K 24跟30。那在运动模式上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哦。我们在追着它在跑步，我自己在晃动的时候，而且我手上还是用2只手机架，所以它有点不是那么稳的方式去拍摄。那在事后看到这个成像，还是觉得哇，这个处理的算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它非常吃光源，那即使是在我们刚刚在我们工作室外面窗帘全开，在中午大太阳哦，其实室内光线还算不差的情况下，它都会显示出它还需要更多光源去拍。我觉得它如果是依赖这个陀螺仪去运算它这个晃动的话，理论上应该不会那么吃光源，但是它或许很需要吃光源去判断说现在中间要抓的要稳定的是哪一个物体。所以啦，如果你很爱这一点，很为了这一点要去买的话，就记得如果你拍摄的情况是室内光源稍不好的话，它其实就不太好用。那整体录影来讲，我算是都非常满意。那我是一个很爱这些功能的人，所以我会为了这些功能去升级，但是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OK， 好，那在效能的部分，因为我都不会去做那些跑分的部分，因为我平常用手机，我就不会在家里看跑分。那可能偶尔玩一些中度游戏，或者可能输出影片什么等等后，那我就用我的方式来测试这个效能。那我有一个5分钟将近6分钟的4K 影片，那我在 iMovie 里面叠上一个漫画的图层，然后再做输出，然后拿14 Pro Max 跟13 Pro Max 来做个比对，看他们输出时间是多少。然后很惊讶，2支输出的时间一模一样。你今天如果说 A16 这支有差个1-2秒，我还可以出来说这个有点进步。可是我测了2-3次都一模一样，3分39秒。那这个为什么呢？那测完之后我去摸背后的温度，对，13 Pro Max 明显比14 Pro Max 烫了不少。那14 Pro Max 就有点好像温温的这种体温温感，而且也没有到发热的感觉。我们都知道，以苹果讲法是说14系列应该是在散热上面有加强，可是如果散热加强的话，理论上我们应该感觉到它散出来的热会更多一点。散热好的话，它温度是要有地方排的。可是整只手机在做这样输出2-3次完都没有什么温度，这点就蛮奇怪的。那所以我只能推想说，会不会其实 A16 并没有发挥到极致？那是什么样的限制？是苹果是刻意给它的限制，为了续航，为了电池，或是为了整体的体验？那还是根本这颗处理器就是太新，还没有做到最好的优化？那也或者是软体本身也没有针对这个处理器去做优化？那但什么原因我这样测到一模一样的结果很难说。但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我们不是讲跑分你都会看出差距，但以前有一些现象就是新的机器出来，新的处理器出来，在做一些同样的工作的时候，它的可能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一样，或者是更不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就真的是优化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可能等它过几个月，所有都为了这个处理器进行优化之后，再来测测看。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次讲4奈米或几奈米，他们已经跟真正尺寸没有一个实际上的关联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等一个新世代的处理器，或许就要再等下一代。OK， 那总结来讲呢，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话，我觉得这一代的 iPhone 14 Pro 跟 Pro Max 是非常苹果近年来最苹果的一代更新。从刘海改成挖孔是一个大改，那动态岛呢又是一个很有智慧，掩盖了一个本来可能应该被针对的这个大孔，那突然让一个劣势变成一个优势。那水显萤幕呢也是我最爱的其中之一，我期待了非常久，苹果玩了很多年，可是给出一个让我非常非常满意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不单单只是跟随别人正在做的事情，而是真的去做出一个在自己系统上面最合理的用法，显示的非常美丽，充满
满功能性，又不会过度耗电，这一点也是真的很苹果。那主镜头呢，终于升级到了4800万画素后，但苹果对它的使用方式跟预设的这个限制都非常大。那先前几代呢，我常常骂了，就是你在 iPhone 上面使用长焦，常常被偷裁切，苹果没有告诉你。那这一代呢，它就直接把裁切后的这个做成一个新的焦段，这一点呢也是很苹果。效能部分呢，我是不太会去看跑分或测跑分去影响到我使用手机的心情。但是如果在我实测输出影片也跟前一代看不出差距的话，我们先说如果不是因为优化问题的话，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苹果为什么在发表会上面只拿它来跟 A13比？所以我就说了，苹果不提的东西代表一定有鬼。但以我自己出发点来说啦，毕竟我不是玩什么重度手游的人，那我想要的 4K 电影级模式，这些拍摄模式也通通都已经有了。所以呢，整体来说我算是很满足。可是也不禁让人去想到说，如果在处理器效能差不多相当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这些全部的功能，那为什么不能用软体更新的方式也去下放这些新功能在 iPhone 13上面呢？答案就是，如果这样的话，谁还要买14？那公司要赚钱当然也是非常合理。那我们消费者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去比较清楚的判断跟思考，然后绕过他们这些行销的话术，那再来去想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次的更新？那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就下去吧。那整体来说，你问我现在满不满意现在还是非常非常新的阶段，我还沉浸在这个美丽的水显萤幕还有 4K 电影级模式这个泡泡里面，所以现在当下当然是满意的那你再给我1周的时间，我再来实际比较用生活化的方式去用它，然后到时候我再来拍一个1周心得跟大家分享吧。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但是另外在它材质上面，如果你们先前有注意到白色这一款是唯一它在边框的这个材质镀膜上触感非常不一样的一款。那这个以我平常都是用白色的人来讲，今天一上手摸紫色，我就非常清楚的感觉出来它旁边的镀膜不一样。有人讲法是说这个镀膜是为了防指纹，可是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这样很防指纹，因为我一抓起来上面就一堆指纹。那或许没有这个镀膜会更糟，我不知道。那这就是大家如果要买深色或是其他颜色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那白色是不是就不会沾指纹呢？也不是，它也是会沾指纹。